同学们好啊！从今天这节课，我们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色彩学习啊。通过这节课，我们首先第一了解基本的晕染的技巧。第二呢，通过通过晕染的技巧，我们进行应用啊，画这幅佛手啊，画这手也不能说佛手吧啊，一只手拿着叶子，后面有点祥云啊，这么一个稿子，简单的稿子。这个其实色彩知识啊，说起来也简单，我会单独录一个视频啊，你们上这节课之前啊，一定要去单独看一下我那个色彩的关于色彩方面的知识啊，怎么染褪晕，怎么褪晕，怎么窄染，怎么宽染啊，怎么大面积的染啊，怎么小面积的染，然后色彩中啊分什么色，实色、水色怎么分，颜色三原色、三间色是怎么调啊？是不是？中国画里面的一些对比色它是怎么来的？先去看一下那个知识啊，我单独分成两个视频啊，那好了，那我们这节课啊，主要是来什么呢？主要是来进行应用啊。这幅画以这种单元的为主啊。那好了，那现在啊，因为有些知识是重复的啊，有些知识重复的，但是应用起来啊，应用的程度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网络教学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它分隔开啊，有一些重复的内容我就拿出来，像这种应用的啊，单独的我会单独拿出来录啊，这样的话更能有效的进行学习啊，就不会说任何视频有些同学啊，他是什么呢？有会了的同学你就直接跳过啊，那个视频就可以不看了，直接跟着我来这儿。好了，我们现在啊，注意了。现在我们要把底稿准备好，这个底稿我设计的是33公分乘以33公分，也就是我们尺方啊，尺方这么大，尺方、斗方、4尺啊，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尺寸啊。我们尺方就是33公分，1尺见方嘛啊，对不对？注意，先把底稿准备好，然后啊，打印出来，有的是这个，如果是没有这种整体的底稿，你可以打印切割稿自己拼接一下，然后一张熟宣纸把它附在上面啊，熟宣纸附在上面。我们刚开始学啊，尽量注意用什么呢？用云母熟宣。怎么说呢？首先，云母熟宣的特点，它比较厚。厚是什么？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用厚的，不能用薄的呢？厚它耐折腾啊，是不是？我们要染次数、染色染的次数很多，你薄的很容易破。你这个力度啊，同学们刚开始学啊，这个力度不容易掌握，你就先厚的画2年啊，等你这个力度啊已经能控制得了，能轻能重的时候，再尝试用一些禅意宣，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就是禅意宣啊，有时候你在这个画画的时候，你在背面画，它的颜色会衬过来，比较重的颜色在背面画，颜色能衬过来，能达到一种另外一种表现效果啊。这个后期我也就是一种简单的技巧，也不是特别难啊，但是什么呢？不适合初学者。你看，所以选址很重要。熟宣里面也有分类，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点你往里分，去深挖啊，它都有很多知识让你来学习。然后注意了，我们第一步是来勾线。勾线的时候注意2点。第一点，勾线的时候啊，我也说清楚了，咱们注意了，先要学会调浓墨和淡墨。我们墨色一般分为5色，也焦浓重淡轻。我们学工笔画啊，我这里啊主要分成几个层次，注意分标准：浓墨、中等偏浓、中等浓度、中等偏淡和淡，这5个层次。这5个层次的墨色啊，都是什么程度呢？我已经给你们分享过色卡啊，同学们，你们去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资料里面啊，去拿那个色卡对比，分5个层次，就是那5个层次。因为我后面所有的课程啊，都要围绕着这个标准。我们网络教学啊，它有网络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你在网上学习啊，
有网上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不能说啊，它剩下就不说了。所以啊，这个墨色前期要统一啊。当然，我还要告诉一点，墨分铅色没有固定的。但是我教学的时候，我说这个我用中浓、中等偏浓。你如果说是墨色掌握不好，你就拿着色卡比对，中等偏浓就是那个色，对不对？调出来了跟我一样，然后要这样用。这样用的话，能有效的提高我们墨色调色的准确度和失误啊，就是容错率，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容错率。为什么要调浓墨和淡墨呢？我们墨分5种，为什么我先说浓、中等偏浓和浓墨和淡墨呢？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到这两个墨色，这两个墨色用的是最多的用的最多。为什么要用到最多呢？下面又要你看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大家讲啊，因为我们勾线的时候，刚开始就要把墨色分出来，通过不同的墨色表现不同颜色的物体，知道了吗？来，这句话小本本记上，用不同的墨色表现不同浓度的物体啊，不同颜色的物体，什么意思？比如我这个手部，注意了仔细听了手部是什么色？肉色，肉色是属于什么色？浓色还是淡色属于淡色，那应该用什么勾？物体颜色越淡，墨色越浅，所以它要用淡墨。好，如果是云比手还要淡，那我就比淡还淡呀，比淡墨稍微再加点水，就变成了更淡的墨。好，如果叶子是一片黄色的叶子，那我就用什么呢？中等偏淡，比淡墨稍微重一点。如果这个叶子是绿色的、浅绿色的，那我就中等浓度；深绿色的中等偏浓，对不对？如果是特别黑的黑色的叶子呢，那我肯定用什么呢？我肯定是用浓墨了对不对？所以注意这个很重要，同学们，我说了我们画画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一系列的我们这一派的画法就是这样，先开始注意把墨色分清楚。为什么分清楚墨色？因为会减少你复勾的几率。什么叫复勾？你看胡和老师一件事一件事给你掰扯清楚，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要复勾？因为有一些画法古代不能说我们这一派，其他派也有这种画法，不能说是他们这一派。就是有一种画法是什么呢？先拿淡墨全部勾完，然后再敷色，敷色完了以后，最后再随类复彩然后最后画完了，最后哪儿线条不够再复勾一下。但是这种复勾就是重新勾一遍，这个重新勾这个过程的要求就高了也不允许你出现任何错误。但是我们作为初学者，同学们，你们想一想你已经前期染了很长时间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最后万一手兜一下，旁边忽然出个小意外，你这个勾线勾砸了，这幅画就砸了，是不是？所以为了减小这个复勾的出错率，我们提前把墨色分清楚，咱们就尽量不复勾，这样画画的成功率怎么样？是不是就提高了？同学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分墨色。我经常说咱们中国文化它是一个务实的文化，都是有用的，不会没事我给你提前要分一下墨色，它都是有原因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叫引起重视这个叫引起重视，一定要分墨色一定要分墨色。那我们这幅画怎么分呢？首先手和云彩那肯定是淡墨，是不是？因为我后面要教大家如何刷背景，所以这个要比这个淡稍微要清墨，稍微要就是淡墨统一一下，不要太难了。这个是金色的首饰那肯定是中墨或者中等偏淡都行。这个叶子我准备用5种颜色的叶子，红黄蓝白黑，红黄青白黑吧应该是这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咱们通过中国的五色五行色
来学习5种颜色不同的褪晕，而且有这个什么呢？五行色嘛，五行色它也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东南西北金木水火土这种相吻合，也有一定的好的寓意，对不对？后面有这些灵动的这个云彩什么的一个非常有好的寓意的这么一幅画你把它当成一个小饰品摆在家里也好看，对不对？所以注意了而且5种颜色，红色、黄色、青色白色黑色，5种叶子怎么染是不是？白色怎么染对不对？白色的物体怎么染黑色的物体怎么染？蓝色的物体怎么染？红色的物体怎么染？黄色的物体怎么染？我一幅画也都教给你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教学与艺术相结合，自己创作出来的稿子这个稿子肯定是我创作出来的，然后怎么呢？加工的。你要是说找现成的，没有没有。所以要注意了总结勾线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分墨色。我说了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说了一件事情，勾线时候分墨色。为什么呢？同学们，因为胡和老师教了这么多同学，80%全部我说完都犯错，都犯这个没有分墨色，或者怎么样调淡墨调不准的这个毛病没分墨色，调淡墨调不准。即使我现在说了，你看吧，群里面绝对有同学还会犯错，犯就犯吧，很正常你不犯错不可能是不是？有错，失败是成功的母亲，我们一切的成功都要积累无数次的失败之中。所以该强调，你们该犯错互相不影响，我该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辅助材料。首先第一个，手套，一定要用手套，尤其是爱出汗的，还爱抹油的同学爱抹油，往哪儿抹油？往脸上抹油的同学往手上抹油的同学，护手霜啦什么的一定注意了。爱出汗同学一定要注意手套，为什么呢？防止漏矾。什么叫漏矾？熟宣变生宣。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熟宣纸它是通过生宣纸上面涂焦矾水，把它变成了熟宣。这个焦矾水的话，它是会挥发的，所以熟宣纸你拿回去放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就变成生宣了。不能说完全变吧，肯定是不如呢刚出来的好看。所以熟宣一般是新鲜的好，生宣越老越好你要是上百年上千年的生宣拿过来用，那相当好，发墨发的特别漂亮。所以注意了纸不一样。然后又说到手套了，是不是又说到纸，那是一个问题这个焦矾水它一是会挥发，二是它有克星它的克星就是什么呢？唾沫星子、汗水、护手霜、洗洁精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这个什么呢？勾线的时候手指头往上一摁，不好意思漏矾了；手掌往上一摁，不好意思漏矾了；打了个喷嚏，上面不好意思漏矾了。漏了矾会怎么样？不好染，画面特别难看。对，我们就不好染了，就渗进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尽量避免漏矾。还有同学画着画完了然后歇一歇，拿这个手一抹脸，一托腮，脱完了一摁，这个脸上的油歘又给我上纸了，结果咔嚓漏矾了是不是？套袖也要护住，这个套袖注意不要用冰丝的，用那种厚一点的不透气的这种帆布的，要不然你这也会透汗透汗了以后也会漏矾。好了，把这个问题交代完了以后是什么呢？颜料点，今天2个颜料点，一个淡墨一个浓墨是不是？甚至3个，还有我们的笔洗好沉呀加了水的。还有就是什么呢？调墨的时候准备一个加水的，像我这个就比较简单，就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里面装的纯净水，不是自来水，纯净水。然后它的眼儿上盖上扎一个小眼儿，简易版的加水器，你别往上倒你就拿着往上挤一点点的挤。我们工笔画画画的时候都是一点点的。戴上手套以后注意了，你们可以买这种
厚一点的这种白手套啊，棉的纯棉的，然后把这3个指头剪掉，也可以用这种专业的。然后第2步就注意了，我们要给它固定一下。像我们一般画画的时候，尽量你把这个纸要比这个底稿要稍微大一点。大一点，一呢，我们要裱板，有空间裱板。第2我们有些时候画的时候你万一画出去一点，画的有点疏，它有一个变化的空间是不是？所以注意了稍微把这些怎么样呢？把这些都准备好画画的时候准备好，然后就要把底稿和这个宣纸固定好一固定的时候，我一般是选用什么呢？我一般都是选用这个磁铁选用磁铁。磁铁选择的时候它比较方便有些时候的稿子不一样大，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夹子夹子的话也可以，但是要求你这个底稿和什么呢？和这个画稿是一样大的。然后磁铁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附在画稿上的时候不要和纸面完全接触，中间垫张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磁铁你时间长经常拿它也容易使得纸面漏繁它上面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你像我这你看我上面就给它垫张纸这样就算吸住了。这些都是坑儿都是呼和老师和很多其他同学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都是总结下来的。你别听着感觉没事没事人一样，结果犯了错以后又问就问吧问是正常的，问了你就呼和老师只是什么呢？教学的时候我尽量把这些问题提前说了，然后你们尽量多记笔记后期学会了你就可以丢了。你看现在固定完了以后我们就来勾线。勾的时候注意了，分清楚分清楚它的墨色。像这5片叶子红黄蓝白黑是不是红黄蓝白黑？有一种如果是这5片叶子有2种方法勾。第一，你拿淡墨勾，勾完染颜色，染完颜色再给它什么呢？再给它复勾这因为它特别简单。第2，你就要把这个红黄蓝白黑我们给它怎么样分好颜色，然后用不同的墨色勾。勾的时候有注意了，先勾什么？先勾最完整的物体，从最完整的物体开始勾。最完整的是这片叶子，是不是？那好，从它这里往开散这几片叶子，散完了以后，你看再勾手，把手和它之间这里交接的勾完勾完了以后再把剩余的一勾，一分墨色，这就行了这个步骤是这样的。然后勾之前我们来调一个浓墨，调一个淡墨，再调一个中等偏浓的墨我们勾线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个浓墨什么叫浓墨就是墨和水的比例1比1，你点几滴墨，你再点几滴水，出来的就是浓墨出来的就是浓墨。2滴墨，2、3滴水这就浓墨就出来了，这就很浓了这就很浓了。当然了我们这个不能给它调这么浓稍微加点水。我们用墨的时候一定注意了，我给它加点水，调成中等偏浓不能加太多。用墨的时候按滴按滴，一滴一滴的滴，你别夸嚓一股那是写字的。我们这个就那2滴就够了就比这还多还要多。好，然后往下，那淡墨怎么调？浓墨就是墨加水，那淡墨那很正常，水加墨。你看，我把这个墨给它尽量的在这儿撇开，撇得干。这是勾线笔最细的笔用你最小的笔，然后给它涮一下。我们染色的时候
啊，尽量把这个颜色啊、色彩色比啊给它分开。我们这的试纸，试色的时候一定注意啊，勾完了以后啊，我们给它搓一下，搓一下以后啊，边上它搓完了以后，它这个颜色就是干了以后的颜色。我们这个国画颜料在宣纸上发出来的颜色，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刚画完是偏深的啊，它干了以后又会变色，这个变的色的程度就是你搓完的颜色。所以啊，一定要试色的时候一定要搓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搓完，这就是淡墨啊，我再调一个中墨啊，再调一个中墨。吴火老师喜欢用这种小碟子，不喜欢用大盘子。中墨就是水少一点，墨少一点啊，墨多一点，比淡墨是不是？你看水少一点，我在里面再加一点。对，我这些现在是中等偏浓、中墨和淡墨，我先调好，因为什么呢？这幅画啊，你别看造型比较简单啊，前期啊，它这个墨色比较复杂。再来一点点，加的时候注意一点点的加啊，你别加的太多，就拿那个笔尖加，啊，这就差不多了。调的方法是一样，调的程度你们去看色卡啊，你们去看色卡，看视频也看不出个啥来。好了，我们接下来啊，正好普及一下啊，普及一下这个颜色。首先我们你看，先开始墨已经调好了啊，就是开始准备好了，然后开始普及一下这个颜色。普及之前呢，一说说我们下面垫的这个。你看我这脏不拉几的布，这叫帆布啊，帆布，这个是一种啊，基本是水滴上去以后啊，它会聚成一些小点子状的这种啊，它不会渗下去啊的这种帆布。为什么这么脏呢？这个帆布是有使用方法的，一面是用来刷底色的时候用的。我们回头不是要刷底色吗？把它大面积要刷到外面去。你看我这些边上的这些全是刷底色的时候啊，在纸外面刷出去，因为全部要刷出去。另外一面是它的背面，这个帆布不分正反啊，一面是用来刷底色的，脏脏的，另一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画画时候用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对不对？所以在后面的课程中啊，你们就会看到我一会儿就换了啊，换了很干净的一块布，这就是啊帆布的使用。然后我们说一下这5片叶子，这5片叶子是什么呢？这个方位我就是这么设计的，中间一片肥大的，周围4片小的啊，周围4片小的，中间一片大的，四周为小的，四周上面有个上下左右之分，是不是啊？中啊，有一个啊，不要想到那个金庸的什么那个南帝北丐中神通啊，这个跟那个没用，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在颜色方面，它是和五行相关的啊。我们的五行色，我刚刚说了啊，五行色颜色是和我们的五行相关的，金木水火土啊，对应着5种颜色。红黄蓝白黑，或者红黄青白黑。青属于什么色呢？中国人的青啊，它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属于蓝色和绿色中间的一个颜色。但是你说它是蓝色也对，说是绿色也对啊。你看中国人就是很厉害，蓝色也很重要，绿色也很重要，好合在一起啊，它们属于同一个颜色，青色。所以一说青啊，它不是蓝啊，也不是绿，偏蓝偏绿这么一个中间色啊，这就中庸之道，是不是？好，五行色包含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的方位都有对应的啊，是不是？啊，中间是土哦，然后南是火，北是水，东是木啊，西是金，也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你就知道了。上北啊，上面是水的颜色，下面是火的颜色啊，是不是？左那就是金的颜色，右是什么呢？啊，这个木的颜色，中土的颜色啊，土为黄色啊，你想记的话就开始记了，土中间土为黄色，水为什么色？水为黑色，黑色又叫玄色啊，我们叫一身玄衣
看的古代一身玄衣，对不对？这个秦朝的那个秦朝的那个皇帝秦始皇啊，他们那个皇帝，还有汉朝的皇帝，他们穿的那个服装啊，它都是以黑为主，是不是？黑为水啊，国运为水啊，所以是黑啊，需要玄色，人家不叫黑色，叫玄色。玄色有一守护神啊，叫玄武啊，叫武，我们叫它玄武，黑色的武嘛，是不是啊？你看往下说全是中国文化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给它染成黑色的叶子，墨色的叶子。再往下，它对应的是火啊。下面你看，上北下南嘛，南为火，火为什么呢？朱色啊，朱砂不就是红色的砂吗？朱色，对不对？火就是红色啊，朱也叫朱色啊，朱柿嘛，红色的柿子我们叫它朱柿，所以画柿子叫诸事顺利，对不对？哎，你看全部都是往下延伸，它也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守护神啊，大家现在估计都知道了，是不是？玄武对面是朱雀啊，是个鸟叫雀，它是红色的叫朱雀啊，是不是啊？那左青龙白虎那不也出来了吗？右为木啊，是不是？木为青色的守护神青龙，是不是？左为金啊，金为西方嘛，西上北下南左西嘛，西为金，金为什么呢？啊，金为白色，白色的守护神是虎，白虎，是不是？朱雀玄武，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你看5种颜色，这么往上一放。哎，最后下面这个啊，给它偏点绿的这个梗啊，一衬啊，绿代表生命气息啊，一衬后面这个云彩啊，我们给它一染。这个云彩我现在还没定，到底是白色的云啊，还是五色祥云啊？五色祥云那没定啊。你看边画边创作嘛，是不是？但是啊，正好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啊，普及一下这个颜色。普及一下这个不能说是颜色的这种区分啊，颜色的区分。好了，说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开始勾线吧。你看这说了多长时间了？理论知识和准备的东西20多分钟。下面如果看不清就趁一个拷贝板，好不好？拷贝板是一种现代工业产品啊，过去是没有的啊，现在有了，非常好啊，非常好。像我这个啊，能看清啊，基本能看清。所以我就不用拷贝板了啊。你们看不清的话啊，就配一个拷贝板。好，然后注意了啊，勾线的时候，第一要分墨色啊，第二勾线的时候有要求，什么要求呢？注意听了，线条尽量和我的稿子完全贴合。我说的这么慢，就是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什么是尽量？什么叫尽量？就是说你肯定达不到，只能是尽量，对不对？尽你所能，尽量和我的，这是我的稿子啊，不是随便找一个稿子啊，你随便在网上找一个稿子，那水平不一样啊，稿子和稿子都不一样，所以是我的稿子，尽量和我的稿子完全。什么叫完全？你看一句话我要给反复的解释，这都是标准，不能。所以说有些教材啊，光看书啊没用，得有老师给你讲才对呢。这些点啊，完全就是和我的稿子完全什么贴合。什么叫贴合？贴在一起，就是说我画的这条线，我这里粗你就要粗，我这里变细了你就要细，我这里停了抬笔了你就要抬，这叫完全贴合啊，完全贴合。再往下，我是一笔下来的，你能不能也一笔下来啊？这也是动作的完全贴合，线条结果的完全贴合，动作的完全贴合。先开始练习啊，第一步就是完全临摹。通过这种画法，你以后会发现在刚开始学习，你的进步会非常的快。当然后面啊，以后等你熟练了，你就可以超越胡和老师了，找一些什么呢？我们经典的白描，什么87神仙卷、雷摩演教图啊，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传世上千年传世经典白描的，什么李公麟的啊，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拿出来临了啊，都可以拿出来临了。
不一定光是我的，比如韩干的，比如临春的这些宋朝的唐朝的大师都能拿出来他们的线条来临了。但是刚开始临完我的临别人的时候，注意也是完全贴合完全贴合。当然从我这里学咱们学都有个教学方法。我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刚开始要跟着初级老师学，我只属于初级。对，后面你想往高了学咱们中国宝库里面中国文化里面有各朝各代的大师供你去学习你学好了基础，其他学习那就很轻松了是不是？然后注意有一点要注意了，就是你线条的准确度，该钉头鼠尾的你就要钉头鼠尾，起笔收笔，该铁线描的起笔收笔也要铁线描的起笔收笔。还有就是线条和线条之间该连接的地方，这些属于该连接的地方该连接的地方，你看这里一定要连接紧密，不要断开。断开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漏气，不要漏气。刚开始要锻炼我们的什么准确度，你先准确了，你再考虑变化。像这种断开对不对？断开也是对的，但是它属于变化范畴。你那个准确都还不会呢，不熟练呢，你就来变化。你走还不会呢，你就想玩飞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循序渐进的学，按步骤学，你就会发现学习工笔画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是不是那好，刚开始练白描的方法怎么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注意漏气的问题，完全贴合的问题，墨色分的问题分墨色的问题。那我现在来了来想一想，现在最完整的就是这片叶子这片叶子，它是上北向南，左西右东，中南是什么？忘了是不是？南是朱雀，火是什么色？红色，红色好，什么墨色中等偏浓。好，那我的笔就中等偏浓你看，就这5片叶子就分墨色，其他都好说了这个勾线就比较简单了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演示还是要演示。你们学习的时候注意了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勾几幅你别勾一幅就上，你起码勾个3幅4幅，3、4幅3、4幅，然后选一幅再勾再画，是不是？选一幅自己满意的，你别就勾一幅，像我这种勾完一幅就画。有些东西你可以临着老师来有些东西你真临不了是不是？我给调整一下摄像头的焦距要不然它这个再近一点，太近了也不行，太远了也不行。好，差不多，我再勾一下。第一片叶子很简单，钉头鼠尾，切一下这里。钉头鼠尾，边缘这里切一下，钉头鼠尾，越往下越细，停顿停一下，相当于接线了你看这里，手笔细，快易慢难，能慢尽量慢，能进步能快一点。什么意思？就跟锻炼一样，锻炼肌肉一样，就是你慢慢的做动作，这个肌肉锻炼的效果是成倍的。你要是快的做肌肉也能锻炼，但是锻炼的就非常慢这个肌肉锻炼的就不好然后注意，红色的对面你看就是黑色水嘛，这不是黑色，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墨色。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结构，是它的反半啊，液晶的反半。你看，红的、黑的，是不是？剩下的是白的和青的啊，等等啊，白的和青的，这是青的，勾错了。对，这是黑的，这是红的，这是黑的，这是白的，这是青的，这是黄的。还好青的也是中等偏浓的墨啊，要不勾错了还得重新勾。好，这个勾的时候啊，要注意了，你要找自己的什么呢？自己这个比较顺手的方位，你可以转指啊，转指，像我这不转指也行。这属于叶柄啊，叶柄不是叶子的一部分，叶柄咱们也用。也用这种偏浓的墨。你看收笔是什么？铁线描，给它收一下，小笔尖收一下啊，然后这里切一下，变粗。定头数1秒，停顿一下。然后你看叶柄也勾完了，是不是？我尽量勾，你们画的能比我慢啊，就算是就厉害啊，就厉害。比我快是正常的啊，比我慢是厉害的，就是慢易行难啊，要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技术是绝对的。同学们，我跟你们说，技术是绝对的，美是相对的。什么意思？我画这条线画准确了，这是绝对的，但是我画出来的这个画漂不漂亮？那就是相对的。我觉得有的人认为绝对好看，有的人认为就不好看。所以啊，一定注意，我们现在刚开始训练就是技术，知道吧？你不要跟我在学习技术的时候，你给我讨论讨论美啊，别给我们先学习绝对的，再慢慢讨论相对的，对不对？你不要混着啊，不要混了，哪些是绝对的，哪些是相对的？你考试的成绩那是绝对的。至于说你考好了以后能不能有大的发展，那是相对的，对不对？那都是都是正反两面的啊，任何事情啊都是正反两面。我以前画过一幅画叫一念之间啊，就是说一念善一念恶啊，一念对一念错，任何都是两面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淡的呗啊，我把这个笔啊给它涮干净，在这个笔洗里面涮干净，然后蘸这个淡墨。注意蘸淡墨的时候啊，这种调笔的时候啊，你看我算完了以后啊，要找张餐巾纸啊，找张这个餐巾纸啊，你看要把这个笔呀，在这个餐巾纸上给它舔干净，从浓往淡的换这个墨色，这干净，然后你再在淡墨里头蘸，要不然你就是涮完笔以后再往淡墨里头走啊，这个淡墨就怎么样？就变淡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变淡了。就是你本身还调好的颜色，你再加水，那不就变淡了吗？你看，越学会转纸啊！你看我现在就开始转纸，我肯定不用转啊，但是啊，同学们需要。钉头，鼠尾，钉头，鼠尾啊，然后它的正叶这是反叶，带点弧线，那么优美。哎，这个淡墨就叶子就勾出来了，是不是？勾完了以后，但是由淡往浓了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算笔了，直接往里蘸。你像我淡墨往中等偏淡里头调，没关系，直接就蘸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画这个
最大的这片叶子。刚开始啊，不要考虑自己能八面出风，什么意思呢？这里给它按一下，那里是叶柄啊，这里就是叶脉了。把叶柄换完，这是咋回事？哦，我就说嘛，这是片云啊，这个线条是有问题。这是它的反叶，年管。停顿的地方稍微粗一点。好，这个是中等偏浓的啊，这个中等浓度的啊，这个就是稍微偏淡的啊，但是看一看啊，是不是？然后再拿这个中等浓度的啊，中等偏淡吧，也不能说特别准确，差不多就行，要有一个墨色区分嘛。把这个稍微再浓一点啊，浓一点，把这个铁线苗起笔。摄像头碰到我的笔杆了啊！衔接要紧密。把这两个勾一下啊，然后最好是先把这个指头勾了，你们再勾这样啊，这样好一些。但是现在勾也没关系，勾的时候要紧密一些。铁线苗，收笔。铁线苗的收笔。铁线苗的收笔要应用的时候，就是在于这种很紧密连接的地方啊。你收笔啊，你要会收笔的话，很熟练，它很难画出去啊，很难断开，就会连接的非常紧密，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调出，再把墨调淡啊，再把墨调淡来画手。调淡墨的时候还是啊一样的。这个稿子啊，其实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首先勾它的什么呢？手指头啊，手指头。手指头的这里从指甲开始，然后这边属于钉头鼠尾，钉头，但是很细，收笔变细，是不是？你看这两笔就勾完了，再往后它就是被压着的了。被压着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你要勾前面的，就是没有被压住的啊。你看这里，它被它压，它被它压，它被它压，然后它被什么呢？这个小云彩，小云彩压。那好，我是不是得把这个云彩给它接线啊？你们要勾的话，一定注意，这个是接线。你看，为什么要让你们接线呢？我肯定是一笔能下来呀，
接线的话啊，这个成功率高。哎，你看这里。勾这个小云彩的尖啊，就是为了拖这个章啊，把这个章给它引出来，和章啊有所呼应，是为了这个目的。你看勾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勾什么呢？勾我这个指头了，衔接的地方全部都是铁线描的手笔。这里铁线描的起笔，虚收。钉头鼠尾，钉头鼠尾，对，让你们练钉头鼠尾，现在就开始应用上了，是不是？钉头鼠尾，这是长一点的，钉头鼠尾，好，然后这个是什么呢？钉头鼠尾的逆向行驶。你正的能画，逆着也能画，或者转笔啊，我不但要转指啊，转指不但要转指了，就是虚进钉头鼠尾的收笔，咱们逆着画。停顿一下，这里铁线描的收笔和这个云彩先接触。你们最好接线啊，你们最好接线。我这一笔下来是为了啥？省事儿啊，懒得给它接了。你看画完了以后再往下画，你看一笔一笔的就出来了。看不清了你就接一下。一定注意淡墨啊，这个手是淡墨啊。你要是用了浓墨勾了怎么办？你也别问我了啊，重新给老师再勾一份，正好熟练一下。把指甲一勾，是不是？你别看我这幅画啊，设计的它是跟着很多的教学目的走的，得跟着教学走的。你说它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吧？这得见仁见智了啊，是不是？所以我说啊，画画的这个技术是绝对的，他画出来这个画啊，它这个有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它是相对的。生活就是这样啊，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些人眼中啊，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很好的人啊，有些人眼中就不喜欢你，对不对？你不要强求，是不是？当然了，有些你就说啊，经常被很多人不喜欢的人，哎，总有喜欢你的，知道吗？这是客观规律，这叫哲学。啊，都说什么呢？墨香油臭啊，画我们这种以墨为主的啊，笔墨画国画的啊，它这个心性啊都比较练达啊，都比较通达。因为它什么呢？我经常说一句话：中国艺术是中国虚收啊，中国文化的结晶。咱们天天跟着这种结晶啊，浓缩的精华在一起啊，研究它。那中国文化你不想深入的学习你都不行啊，是不是？慢慢的耳濡目染嘛，啊，自然就会懂得很多前人的经验了。看这里啊，这个是衔接好的，衔接紧密，打死了。铁线描，指甲，然后它的手腕子下面蓝叶描，这是个蓝叶描啊，注意是蓝叶描
然后搭死。我们这个就怎么样呢？画差不多了啊，画差不多了。然后这里啊，正好把这个淡墨就不要换了啊，不要换了。干啥呢？把这云彩勾一下啊，越细越好啊，这个云彩。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行云流水描吗？啊，这不云就来了吗？啊，行云流水，画水画云啊，都是这种线条啊，这就来了。极细的啊，极细的，就是以尽你的可能，尽你的可能，越细越好啊。它是有翻卷的，它这个云是怎么来的？从这里穿过来，然后转过去啊，然后你看笔是这样转过来，从这里翻卷，哎呀妈，从这里翻卷，再上去，再上去。再上去，再翻卷，哎，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在这里，再过来啊，是这样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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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有一个翻卷的这个方式啊，有些很长的线啊，勾的时候啊，你要学会接线啊，学会接线。看不见了，这里。对，一定要接线啊，画这个云啊，你不接线的话啊，对，一定注意啊，要学会接线啊，这个常用的用于接线。哎，接它。啊，接线的话是什么呢？啊，你不要刚开始就挑战这种非常难的线条啊，非常难的这种长线条。你说老师我就想挑战，那也可以啊，胡和老师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注意画的时候圆润一些。它不是一味的细啊，转折的地方给它稍微有点变化。你看出来以后就差不多了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画的时候要学会转指啊，学会转指，找自己这个舒服的姿势来画去。第三，画的时候啊，不要漏气啊，不要漏气，屏息凝神。你看我画的时候啊，你看，起笔收笔都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啊，起笔收笔。这边过来，这边过来，你看这样过来，我这边少一条，稿子少一条，你们自己加啊，你们可自己加，没加的就是没仔细听课。老师的陷阱在这里，然后这里给它弯过来。你看这里转悠，这样过来，然后注意了，画的时候随时保证什么呢？不漏气，随时保证中锋行笔。
这点线条还稍微好画一点。再往上。这种画这种稿子啊，没有这种创作起来啊那么好画。因为你创作的时候啊，这些造型啊，你都是随意画的，就是按我的想法画。像现在这种啊，再勾一遍的话，它这个就有局限性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画白描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临摹啊，最难就是摹，你需要跟它完全贴合，这个难度是很高的。最容易的就是对临或者背临，就是背着画它，或者是对着画它。这个你可以创作的这个空间就大了，你没有必要跟它完全一样。看似难的东西，其实反而简单。就像那背临啊，什么叫背临？就是有些我们啊画画的时候啊，有一些现场给你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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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不看给你画出来的。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你得把那稿子得画几10遍呢啊，不要它背下来，你才能达到那个效果。而那种效果的话，现场挥洒的这个。见功力啊，但是啊，你只要背会它，你现场这个变化程度，这个普通的这个观众他看不懂，知道吗？有些时候作秀啊，你要是给我们这种专业的画家啊，你给我画你也没用啊，你也修不起来，是不是？一般都是给一些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啊，娱乐助兴用的啊，现场画个鹰，画个虎，画个1个小时左右画完了啊，是不是？哗一看好漂亮。画荷花画最多啊，荷花画最多。啊，这种的话，它现场会跟它稿子稍微不一样一些啊，大致差不多啊，你们也看不出来，是不是？画错了也没法，没事，就是发挥的空间很大，但是即视感很强。所以啊，同学们，你们想这么秀的话。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稿子啊，就是多画多练，练完了要背，就跟我们学那古诗似的，你是不是得他背会它啊？你这个想比如说啊，今天到了一个好地方，你想吟诗一首，你是不是得先把这个诗你先背会啊？你不会背这个诗没背会，你就上了啊，一个感叹号，一首诗能出来吗？啊，是不是？这道理是一样的呀。你想现场嘚瑟一下，你不得背吗？把这个画稿给背住，先画什么后画什么，画到什么程度啊？默写默念默背，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你就会发现，跟着呼和老师学呀啊，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什么都是通着的啊，什么都是通着的。对，学习这个东西啊，我给你往开散，目的是让什么呢？用你能理解的东西来和它进行类比啊，进行类比，这样你就能学到，知道吗？学到这个东西的意思在里面，不是说我画啊，这个有啥好的？这线条就是细一点嘛，细一点，该停顿的时候稍微摁一下，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你就慢点画就行啊，用淡墨，哪怕是画的啊，你就老师我不小心画的跟这个不一样，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尽量一致，画的时候注意这个弧度要圆润，圆得起来啊。有些这个老师啊，他很注重这个圆得起来啊，圆得起来的话，你看首先他是想画圆这个线条。想画的这个弧度啊，圆润啊，你肯定是有跟画圆似的，有一个支点，顺着这个支点来转。画小的时候啊，
支点在骨啊，在指。画大的弧度的话，支点在腕，这腕子这里啊，作为支点。再大的为肘啊，肘子啊，胳膊肘子这里为支点。再大你就是胳膊啊，胳膊大胳膊根儿，嘎吱窝呢，胳肢窝那儿。再往下大，那就支点是腰啊，是腰了，你的腰。再长的再大的圆润的线条，那就支点就在脚了啊，在脚了。你再大的线条，那支点就是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啊，没有那么大的线条好像。对，你又不是给巨人画的，是不是？你得画多大的线条啊？是不是？能用上你的脚了以后啊，这个画就已经上了5、6米了啊，5、6米的画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啊，都是小问题，这叫技巧，不叫技术。胡和老师在后面啊，我会慢慢的讲这个，我对这个一些东西的分类。什么是技术？它有明确的概念啊，就我这里有明确的概念和分类。技术就是我告诉你，你都不会，我使劲教你，你马上也学不会。你需要怎么样？通过量变到质变，反复的练习，这叫技术。技巧叫我告诉你，你就会；我不告诉你，你也不会啊。这种的东西叫技巧。刚才我说的那是技巧。找支点嘛，找着支点一抡膀子，这不就圆吗？有些网上的这个数学老师秀画那个铅笔画个圆，你抡准了，那个力度把握准了，那不个圆就出来了嘛，是不是？我不一定比他能画的圆，但是我知道啊，他的发力点在哪儿。像这种行云流水描啊，你想画细了，一定要注意。想慢的时候一定要轻啊，这个用件要轻。自然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墨色啊调到哪儿呢？调到这个中墨啊，调到中墨。调到中墨，把这个镯子啊，这个镯子，我们给它画一下，不要画到皮肤里面去。画的稍微粗，比这个有意识的比这个手部的线条呀要稍微粗那么一点点，有意识的。什么叫有意识？你有这个意识啊，但是不一定能画出来，叫有意识。当然了，你可以通过这种换笔啊，换这种稍微粗一点的笔。然后再画它的什么呢？啊，画它的这种小花纹。你看画的时候注意了，是不是有片刻的安静呢？你是不是还以为老师没录音呢？或者是你的耳麦出问题了啊？不是，就是老师安静的画了1分钟。
好，画完了，画完了以后，转折，收笔准确，铁线。像这里稍微细一点没关系，远了啊，远了。近大远小，近疏远密，近粗远细，远处的稍微虚一点，可以。好，这就完成了。最后调成中墨啊，中等偏浓的墨。把它最下面这个杆啊，注意连接的地方准确啊，哪怕你就给我分开，也不要画到。也不要给我画到什么呢？指甲里面啊，不好修啊，同学们，主要是不好修。浓墨和淡墨交接的地方有一种妥协啊，叫什么呢？能分开你就分开吧啊，慢慢通过慢慢染色给它绣出来。好了，画完了以后注意了，拿出铅笔或者油性的勾线笔和格尺啊，这个要用硬笔了啊，拿出铅笔或者油性的勾线笔。我们给它把顺着边框啊，我们给它画个框啊，顺着边框画个框。这个框是一定要画的啊，你不要无限延伸啊，无限延伸，这样的话对啊整体效果有影响啊。我们画画是一个整体感觉要强的这么一个，你别看局部刻画的很精细，它也要有一种远看有势，近看有致的这种质感。因为我这个边裁的正好是33啊，我就给它按这个。然后接下来我要表板啊，我要表板，想表板的同学，你们也可以表板。不想表板也行啊，不想表板也行。不表板的话，就用电熨斗和电吹风为主啊。表板的话，就用不着电熨斗。好，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样的话，我们这幅作品啊，这个就画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我再看一看，这个调整一下焦距。画的是没多少时间啊，但是讲的时间不短啊，讲的时间不短。
你看现在我们远远的一看啊，淡墨看不清，是不是啊？淡墨在这里，中墨在这里能看清，然后浓墨看得很清啊。这符号你看，直接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墨色啊，对不对？勾完了以后一定注意这个淡墨的淡啊，你不要太浓了啊，太浓了以后啊，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绘画。好了，同学们，我们这个第一课啊，白描阶段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底色的大面积的平涂，哎，底色的大面积的平涂，还有我们接下来的平涂工作。我们画画是有绘画逻辑的啊，有6步诀，叫什么呢？白描、平涂、同染、分染、提染、收官，是不是啊？白描、平涂、同染、分染、提染、收官。我们就要把什么呢？把这个白描完了以后，第2步叫平涂啊，给它刷底色是一种平涂，给它画那个什么，画那个固有色，它本身的颜色也叫一种平涂啊。我们接下来慢慢的再讲啊，慢慢的再讲。